我们有没有相信的东西？有，信神、信鬼、信佛、信仙、信风水。但是我们这个民族对这些东西的相信是实用主义的。我在农村里面看农村的神龛，里面供着如来佛祖、观音菩萨、玉皇大帝、太上老君、关老爷、妈祖、土地公公、自己的祖宗，当中还贴一个红纸条，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什么都信。那我们知道多中心即无中心，多信仰即无信仰，什么都信即等于什么都不信。我们有一句老话叫做信则灵，这句话把它解读一下翻译过来是灵我就信，不灵我就不信。我们会有很多的信徒奔走相告说某某庙你要去拜一下，很灵的。而且我们的这种崇拜完全是实用主义的。他为什么要有那么多崇拜对象呢？因为他各有各的分工的不同。我在四川见到一个人在拜文昌菩萨，拜完了以后，他嘟嘟囔囔的说：“我拜对了么？”他说：“我拜对了没有？”我说：“你要干什么吧？”他说：“我的娃考大学噻。”他孩子要考大学，我说：“那拜对了，文昌菩萨就管这个，是吧？这个，我那个娃儿考斯坦福噻，文昌菩萨懂到英语不？”我说：“那你得去拜那个圣母玛利亚，她懂英语。”他说：“我晓得圣母玛利亚懂得英语，那圣母玛利亚懂不到四川话噻。”那你说这样一种事情，你好意思叫信仰吗？更案有一条特别重要的规定，就是国会不得立法建立国教，第一修正案也叫不得立法案嘛。因此它是没有国教的。但是西方现代文明基本上是建立在基督教文明或者说新教文明基础上的，它是有信仰的文明。那么伊斯兰文明就不用说了，而且这两个文明它的特点都是一神教，就是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是一神教。那么这两个一神教和犹太教有什么区别呢？就世界上三个一神教，第一是犹太教，第二是伊斯兰教，第二是基督教，第三是伊斯兰教。那么犹太教的特点是讲特选，认为犹太人是上帝的选民。那么犹太教的这个特点导致的结果是，犹太人虽然失去了祖国，分散在世界各地，他仍然可以作为一个民族而致力于世界民族治理。而其他很多失去祖国的民族就消亡了，文明也消亡了。这是他的好的地方。他的不足的地方呢，他把自己封闭起来了，因为只有我才是上帝的选民，而诸位不是，那么他就很难成为一种世界性文明。伊斯兰文明比犹太教文明高明的地方就在于伊斯兰教讲有两个概念，一个叫特慈，一个叫普慈。所谓特慈就是安拉对穆斯林特别慈爱，但同时安拉对所有人也很慈爱，这叫特慈和普慈。他就把这个穆斯林和非穆斯林的关系把它处理了。而西方现代文明又进一步，他讲普世。那么普世就没有连特都没有了。那犹太是特选，伊斯兰是特慈加普慈，而西方现代是普世。那么我们中华文明，或者准确的说汉民族的文明，它的特点是没有信仰，没有宗教，也没有信仰。新教这么恐怖吗？我先跟大家科普一点东西。这个新教啊，和传统的天主教，就是传统天主教就是个弟弟啊，在哪方面是个弟弟呢？在邪教的数量上面，以新教为基础发展出来的邪教和各种恐怖的玩意儿特别多，在美国有好几千个。我上一次看统计是3000多个，应该是3000多个，就是以新教为蓝本的邪教和一些东西，在美国大概是3000多个。为什么呢？就是新教这个东西和传统的天主教就是打引号的，它反抗权威，它的核心宗旨就一条，就是人人可以沟通上帝。我不再需要通过牧师，我不再需要通过教堂有一个代理人去和上帝沟通，我不需要。
新教就是我相信，我觉得，啊，它比较那个放纵吧，或者叫自由，我想怎么解释就怎么解释，我不需要牧师给我释经。有时候那不就是俺寻思吗？你说对了，就新教为什么它能有邪教，就是人人都能和上帝沟通，那沟通出来什么抽象玩意儿，你们想吧，是吧？有的人2两黄汤下肚，他就声称他上帝跟他沟通了，那这就是新教的一大特色啊 ，KAC 啊。有时候人人都能和上帝沟通，上帝管得过来吗？你别管啊！上帝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上天入地，你别管是吧？上帝的事儿你少打听啊！你看，有的人说这不是质疑，你这就是质疑上帝是吧？你首先就不符合基督教或者说宗教信仰里面的第一体这最高的品质，叫做圣愚啊！就人不要那么聪明，你先信，你要先信。就是不要质疑，不要去考验上帝。我先说一下啊，就有些人的想法特别老中，他说上帝管得过来吗？就是他总是去质疑神仙的能力。我给你这个神仙上香，我给你这个神仙上供，你能不能帮我考上状元啊？你能不能让我发财呀？你能不能保佑我平安啊？你能不能保佑我生个大胖小子呀？你看，这是典型的老中思维，就是神仙要绩效。我首先要讲一下这个也要讲一下。就是为什么中国人和欧美人他理解神这种东西不一样，就是中国的神他永远有业绩，就是你这个神，你这个仙儿能不能保佑啊，是吧？你到底能不能保佑我成才，能不能保佑我考上状元啊，对吧？你得有活，你得有任务指标的，是吧？你得保佑我考上状元，我才给你重修庙宇，再塑金神。西方不是的，由于西方只有一个唯一的至高神，一个上帝，在基督教当中。质疑上帝是不被允许的，就是亵渎上帝。怎么亵渎？质疑上帝就是亵渎上帝，就是你不能去考验上帝，就是你不能给上帝设个指标。你说，哎呀，上帝你得保佑我考上状元，我才能给你钱。这个想法过于老中化，对，这是中国人这个对神仙的态度，永远是打龙王的态度。下雨你才是龙王，你不下雨你是什么龙王？一定把这个思想。要抛弃，好吧？你先要走进那群狂热的愚信徒、狂信徒的内心世界，你得稍微唯心一点，你不能那么唯物，是吧？你跟神仙也不能讲的那么唯物。讲一下基督徒的世界观。OK， 兄弟们，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说，人世间到底是什么？我们先不说林伯玉那种东西啊，我们先不说但丁《神曲》里写的那些更详细的东西，我们整体上来讲，大致上把这个世界分为天堂、地狱和人间。我问大家，在基督徒的眼里，这个人世间到底是什么？对，就是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说，人世间对于他们来说，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地方？我们回顾一下圣经的故事啊，就是人类之祖是谁呢？是亚当与夏娃。请问亚当与夏娃是因为什么被驱逐出伊甸园的？偷吃了禁果。有人说，那禁果的效果是什么？吃了禁果，禁果的效果是什么？那个苹果吃完了。那个苹果是启迪智慧的，那是智慧果，所以你像乔布斯的苹果公司就是一个被咬了一口的苹果，就是启迪智慧。所以我跟大家说，基督教的第一条原罪就是有智慧，基督教的第一宗罪就是有智慧。为什么呢？有智慧、有想法的聪明人就会质疑。还记得我刚才说的基督教的最好的品质是什么吗？是圣愚，就是人不要那么聪明，聪明人会质疑上帝，质疑上帝就是亵渎上帝。我跟大家讲明白，为什么会有黑暗的中世纪？很简单，因为在基督教的核心价值观里，人就是羔羊，人不应该有智慧。大家一定要记住这条啊！你在所有的美国文艺作品里面都能找到这条对应。为什么？你可以看美国的科幻电影里面，搞出巨大灾难，当坏人的往往都是一个巨他妈聪明的、有智慧的科学家。你们想，反派往往都这样。就是聪明人一定会做出亵渎上帝的事情，制造生命，改变基因，延长寿命，变强。你们可以看，就是这是非常基督教的逻辑。就你要换成中国人，就是你能不能想象一个，是吧？这个翰林院大学士干着最亵渎皇上的事情，或者说干着最亵渎神仙的事情，你不是翰林院的编修，或者是一个庶吉士。能不能去威胁玉皇大帝？你怎么想不到？你说这他妈是什么狗屁想法？这好怪啊！这什么想法啊？欧美就是这样，一个非常聪明的科学家，
他一定会做出亵渎上帝之举，成为反派。这不管他的出发点是什么，他一定是坏的。